美军到底有多强？答案或许出乎你的意料。根据2025年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约在128个国家中建立了超1200个大大小小的军事基地。但与这些基地相比，美海军最让人恐惧的是一支支游荡在外的海上舰队。只要提起来，就能让周边国家的海军感到窒息。在所有舰队中，美海军第7舰队属于战力最恐怖的一支，理论上能轻松覆灭任何中等战力的国家。美海军第7舰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若是去打俄罗斯海军，需要多久才能将其覆灭？说到第7舰队，如果观察美军的全球布局图，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美军把他们最精锐的獠牙、最厚实的装甲堆在了印太地区。光是在日本，就密密麻麻塞进了121个军事基地，数量全球第一。在韩国，还有约90个基地随时待命。这些基地像蜘蛛网一样密集，锁住了地球上最重要的咽喉要道。美国还在那里设立了印太司令部，管辖的范围大得吓人，从美国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从冰封的北极海域一直覆盖到南极洲。这片区域占了地球表面积的1半以上。要统辖这片地区，光靠军事基地自然不太够，于是就有了第7舰队，其主要负责威慑、防御、盟国协防以及对外军事行动。司令部驻日本横须贺港，主要基地包括佐世保、冲绳及韩国釜山、浦项、镇海等地，并驻防新加坡，是目前美国最大的海外前线投送部队。那么美军凭什么放心将守护整个西太平洋的重任交到一支总兵力仅2万人左右的舰队身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第7舰队恐怖的战力。不知道大家听过这句话没？西太平洋乱不乱，第7舰队说了算。这话可不是吹牛。根据最新的航母打击群部署资料，这支舰队的甲底厚实的让人头皮发麻，大约拥有50至60艘军舰，150架战机，总兵力约27000人。第7舰队的核心是以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为骨干，外加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双航母部署。航空母舰从来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个移动的超级空军基地。作为排水量10万吨的巨兽，华盛顿号搭载着由 FA-18 大黄蜂、F-35C 隐身战机以及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组成的舰载机联队。单单这一艘船上的空中力量就足以摧毁一个中小国家的完整防空体系，而且它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它周围永远跟着一艘旗舰蓝领号、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以及8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若干护卫舰、登陆舰。首先是蓝领号2栖指挥舰，而这个家伙出了名的低调，没有大口径火炮，也没有密密麻麻的导弹，但它却是第7舰队真正的旗舰，是整个舰队的大脑。这艘满载排水量18372吨的军舰，16节航时重力为13000海里，舰上装满了天线和服务器，舱内设有13部铁 980U 卫星电话终端，连接着70多台发信机和100多台收信机。它能以每秒3000次的速度处理海量的战场信息，无论是天上的卫星、空中的飞机、水面的战舰还是水下的潜艇，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汇聚、分析、分发。正是有了蓝领号，第7舰队才能把几百个作战单元拧成一股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即发射、发射即摧毁。其次是提康德罗加级的罗伯特·史莫斯号导弹巡洋舰，这家伙1989年正式服役，最高速度高达32.5节，即60公里每小时，配备标准增程型导弹、鱼叉反舰导弹，以及大量火炮系统，战力极其发达。至于其他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同样是美军最顶尖的舰艇。这些军舰每一个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他们装备的宙斯盾系统能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垂直发射单元里塞满了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能瞬间把千里之外的目标炸瘫。如果说水面上的舰队是移动的钢铁堡垒，那水面下的潜艇部队就是第7舰队藏在袖子里的剧毒匕首。这支舰队拥有着极其庞大的潜艇兵力，包括第7潜艇打击群、第9潜艇打击群以及多个潜艇中队。粗略算下来，常驻和轮换的潜艇数量超过30艘，这里的每一艘潜艇都是核动力的，这意味着他们拥有无限的续航能力。只要粮食够吃，他们可以在水下潜伏几个月不上浮。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虽然是老将，但经过现代化改装后，依然是深海底的精英杀手。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这是美军最新的水下王牌，专门为了在浅海猎杀对手而生。还有那3艘神秘莫测的海狼级，那是冷战巅峰时期的产物，为了在大洋深处猎杀苏联核潜艇而打造的终极兵器。
更恐怖的是，还有第17和19潜艇中队的俄亥俄级，这些原本携带核导弹的末日战舰，有一部分被改装成了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就能携带154枚战斧导弹。这是什么概念？一艘潜艇的火力投送量就超过了一整个驱逐舰编队。这种隐蔽而致命的打击能力，才是让对手夜不能寐的根源。对于任何一个对手来说，仅仅是面对这支舰队的水面力量，就已经是一场噩梦，更别提还要时刻提防那些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核潜艇。这种海空前一体化的立体打击能力，就是第7舰队傲视印太的资本。这样恐怖的战力，赋予了第7舰队更恐怖的管辖范围。其辖区东起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西至非洲东海岸红海（不包括波斯湾），南达印度洋及南极，北至白令海峡。整个作战区域 1.3亿平方公里左右，比美国本土大了14倍。除了全方位的打击能力，发达的后勤体系也是第7舰队纵横印太的重要原因。日本的横须贺港作为第7舰队司令部所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这是美国在海外唯一一个能够进行核动力航母母港化部署的基地。有了横须贺，舰队就不需要每次都跑回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维修。第7舰队在这里补给一次，理论上就能保持数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战略部署，这就大大增加了航母在战区的执勤时间。一旦印太地区有事，航母出门左转就能投入战斗。这种反应速度是任何远程奔袭的部队都比不了的。有趣的是，长期以来，美军只敢往日本派常规动力航母，比如当年的小鹰号。但是随着小鹰号在2008年退役，美军实在没有常规航母可用了。为了维持在西太的威慑力，美国人软硬兼施，最终把核动力的华盛顿号塞进了横须贺。这标志着第7舰队在西太的部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除了横须贺港，关岛也是第7舰队的重要补给基地。如果说横须贺港是美军印太地区的前线碉堡，那么关岛就是第7舰队的大后方。关岛这个地方太特殊，它距离亚洲大陆足够远，远到可以避开大部分常规火力的瞬间覆盖，但它又距离印太战区足够近，近到第7舰队上的战略轰炸机几个小时就能飞个来回。从地缘战略上看，关岛向西支撑着亚洲沿海的作战，向东连接着夏威夷和美国本土，向南扼守着通往澳大利亚的航道，向北呼应着日本和韩国。它就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太平洋的中心。如今，随着印太局势加剧，关岛的地位不降反升，美军正在往这里堆积资源，先进的防空系统、弹药库、燃料库都在往这里搬，以此支持包括第7舰队、第3舰队在内的舰队进行远洋驰援任务。不过，无敌战力和后勤体系还只是这支舰队强大表现的一半，第7舰队的强大还藏在它传奇的经历中。很多人以为第7舰队只是因为船多才厉害，其实不然。这支舰队的恐怖之处在于它那深不见底的战争底蕴，它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现代海战的教科书。时间回到1941年，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到了太平洋，美国人为了对付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海上拉起了这支队伍。1943年3月，他正式得名第7舰队。那时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把对手送去见海绵宝宝。到1944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中，第7舰队布下天罗地网。当西村祥治中将率领的南路舰队进入苏里高海峡，第7舰队直接射出数十枚鱼雷，扶桑号、山云号、朝云号等战舰排着队沉没。由于战局无望，日本在此役第一次组织起神风特工队，企图跟美军舰互爆，结果也只给第7舰队挠了挠痒。二战结束后，这支舰队并没有入库，反而成为了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急先锋。1947年，它改名叫西太平洋海军部队。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美军也有开启西太平洋战略的打算。直到1950年2月，它才恢复了第7舰队的番号，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几十年里，第7舰队忙得不可开交，世界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它的身影。在金门炮战中，它为台湾海军补给船提供护航；在越南战争的丛林泥潭中，它是美军最重要的海上打击平台。哪怕是在冷战对峙最紧张的时刻，它也像一只幽灵一样在西太平洋游荡。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第7舰队更是跨越半个地球，支援登陆的美军，展示了什么叫全球打击。可以说，第7舰队的每一艘军舰下面都压着厚厚的战争档案。这种从实战中打磨出来的指挥体系和作战经验，是任何一支新兴海军在短时间内都无法通过演习来复制的。如果单纯只看战力，第7舰队更像是一个肌肉猛男。那么，该如何保障这个猛男每次挥舞拳头都能砸到战略目标？那就不得不提到美军印太司令部。美军印太司令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区机关，
它是美军所有联合司令部中规模最大、权力最重的一个，下辖人数约37万5千人，一直以来都是第七舰队的超级大脑。按照五角大楼的资料，这个司令部下面有着极为精细的分工，设有4大军种，分别是太平洋舰队、太平洋空军、太平洋陆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这其中的兵力配置简直可以用奢侈来形容。单看海军陆战队就有整整8.6万名士兵，这还没算上他们手里握着的640架可行飞机。太平洋空军方面，印太司令部坐拥4.6万名专业人员，伺候着420多架先进战机。而太平洋陆军也不遑多让，10万大军加上300多架飞机，随时准备进行地面推进。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庞大的体系里，还藏着一支不显山露水的力量，1200多名特种部队成员。这些人平时你看不见，但一旦有事，他们就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执行那些最高机密的斩首或破坏任务。在这4大金刚之中，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太平洋舰队，其下辖第7舰队作为美军印太地区战力最猛的那双拳头。不过拳头硬还不够，美军之所以能在印太地区长期维持顶尖战力，靠的还是那一条条精心编织的基地体系。种种部署都表明这一个真理：别惹第7舰队。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宽一点，看看这个星球上其他的海军力量，你会发现第7舰队确实有一种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感觉。或者像一位网友所说，世界上能大败美军的只有外星人和美军自己。拿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海军来说，虽然他们继承了庞大的核潜艇家底，但水面舰艇的衰落是肉眼可见的。那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巡洋舰，虽然看起来威风凛凛，但电子设备落后，维护状况堪忧。真的拉到远洋，别说正面对抗航母战斗群，就是能不能不趴窝都要打个问号。更不用说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黑海舰队，还被乌克兰炸成了海上碎片。俄罗斯海军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同时大批新型舰船造舰项目因经费原因停摆，只有少量新型中小型舰艇服役，很多在役装备几乎没有实战能力，彻底宣告俄罗斯失去远洋战力。若是拿出俄罗斯唯一的现役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就更没眼看了。这艘航母因为越修越烂，听说即将被封存起来，舰员也从巅峰时期的2200人变成现在的不到200人，如今跟废品差不多。综合对比下来，面对第7舰队，俄海军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至于老牌海上霸主英国，虽然好不容易造了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但尴尬的是，他们经常面临有船无机的窘境，舰载机数量严重不足，护航舰艇更是捉襟见肘。想要在印太地区维持常态化部署，对于现在的英国皇家海军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比之下，法国海军力量倒还看得下去，不管是核动力戴高乐号，还是3艘西北风级2栖突击舰，2艘区域防空型地平线级驱逐舰等战舰，还是下一代苏弗朗级潜艇，都算不错，而且其同样具备全球部署能力，拥有海外基地和远洋补给能力，能参与全球维和及军事行动。但戴高乐号隔三差五出毛病，其余战舰也不算超级顶尖，但真要将他们摆在第7舰队前面，估计也不太够看。除了自身实力硬，第7舰队更可怕的是它背后的支援体系。在战时，它可以随时呼叫第3舰队，甚至第5舰队的航母前来支援。美军的双航母甚至3航母打击群，这种随意调动全球资源，在一个局部地区形成绝对优势的能力，才是美军战力的真正体现。总的来说，美国第7舰队之所以这么强悍，靠的不是单一的某一件武器，而是历史沉淀加硬核装备加基地网络，这3者构成的严密闭环。他用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经验磨练出了成熟的战争体系，然后用天文数字的预算堆砌出了让人绝望的技术代差。不过就像火力军一直以来的观点，从来没有永恒的强大。随着世界军事发展，反舰弹道导弹技术的成熟，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现，以及区域拒止战略的兴起，曾经在海上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未来海上战力将如何演变，还需要我们冷静看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美海军第7舰队的战力到底有多恐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